翌日，皇上，后宫之事，臣等本不敢多言，但皇后母仪天下，前有战时祈福，后有永送粮草，如此贤后，不该被如此苛待呀。皇上宠爱哪个妃子，臣等不敢知会。但若是为此迫害皇后，便是宠妾灭妻，此等暴行，如何能做天下男子表率？诸位爱卿所言皆有理，朕这2日反思良多，确实有愧于皇后。那朕如你们所愿，散尽各宫妃嫔。皇上万万不可！不负皇后固然重要，也不能遣散6宫啊！他们的女儿可都在宫里呢，早知如此，就不说方才那些话了。无事便退朝。下了朝，他直奔永和宫，好似打了胜仗，对凤九言讲明自己是如何让那些大臣闭嘴的。你还有什么招式，尽管使出来。朕不想与你争斗，若你安心待在宫中，无论什么，朕都能给你。皇上，您并非爱我，只是太孤独，想有个了解你、能与你并肩作战的同袍，在这宫里陪着您罢了。曾经那个人可以是容妃，现在这个人可以是我，往后也可以是别人。你和容妃在朕心中是不同的，难道到了现在，你还在怀疑朕的真心？话说一半，他突然感觉身体不对劲，眼前出现了重影，头也昏昏沉沉。你何时给朕下的药？无招胜有招。他拖着还未完全复原的身子，换上宫女衣裳，一拥而出。就在他出去后没多久，昏迷过去的人突然强行起身，打破了茶盏，用那茶盏割伤掌心，以此保持清醒。捉拿皇后！他的身体还未痊愈，根本逃不掉。不多时，陈吉带回来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找到了皇后，坏消息是，皇上，皇后娘娘在宫外敲响了登闻鼓，陈述您的诸多罪状，并昭告天下和您和离。苍天在上，一告嫁而不娶，帝后大婚却由他人代皇上行礼拜堂；二告娶而不信，进入新房，帝以我清白身，如我凤家门风；三告宠妾灭妻，新婚当夜他抛下正妻，与宠妃相伴，皇后金印更是交于宠妃；四告灭妻不养，皇帝屡次罚我公愤，然宫中多花销，吞尽我所有嫁妆；五告暴行于妻，入宫1年有余，动辄被罚抄宫规，被卸胳膊，被银针所刺；最后六告养虎为患，皇上的纵容，致令婴儿肆无忌惮，于婚前将我掳劫，辱我清誉，造谣生事。够了，够了！凤父艰难地挤出人群，侍卫们也很犯难，他们负责看守登闻鼓，而这登闻鼓的规矩便是，一旦有人敲响它，就得由着那人陈明冤情，哪怕是皇上来了，也不能阻拦。造孽，造孽呀！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。真想不到，这皇后做得如此憋屈，还不如我这寻常妇人呢。皇后也算能忍的了。谁说不是呢？皇后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知之甚少，但皇帝是什么性子，我们可都清清楚楚。他残暴无度，还就喜欢容妃，后宫的妃嫔都和容妃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皇后能不委屈吗？不封啊，都算好的了。合理，合理，合理，合理！萧玉一出现，大胆！尔等见到皇上还不行礼？请皇后回宫。请皇上答应和离。方才皇后说的那些，他也听见了，桩桩件件都是真的，他无从反驳。没想到他一直记着那些事，如果他是因此想要离开，那他们之间反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你们都是死人猫！皇上，登闻鼓的规矩不可破呀！将这登闻鼓撤了。该死的，他竟忘了这玩意儿！皇上，登闻鼓乃先祖所设，你不能……朕说撤。但真正有冤情的人根本无法敲响这登闻鼓，他不过是形同虚设，为皇室彰显公正。下了朝，他拜驾永和宫。前朝还好吗？朕一句话，便无人再敢多言。倒是皇后你，整日待在内殿，不觉得闷吗？朕已吩咐礼部，择良辰吉日，重新与你拜天地。您随意。其他的，朕会一一补偿你。你有何要求，尽管与朕说。我只想劝您，与其做这些，不如让我一个人待着，说不准我离宫前能完成火龙的兵器图。朕不需要，朕只要你留下。这几日你应该也累了。前朝群臣的死谏，民间百姓的呼声，军中将士的联名上书，以及太皇太后这些长辈的劝说。是啊，朕只好奇，你人在皇城，
是怎么让北大营为你请命的？将你的师傅他们牵扯进来，就真的不怕朕降罚吗？您不是好夫君，但您是位好帝王。朕也会是个好夫君。若是朕能解决这些事，你就别再与朕折腾了，可好？我当初替嫁入宫，就没想过要留下，现在亦如是。朕就不值得你一丁点喜欢吗？是。皇上，太皇太后自缢了。皇祖母，您也要折腾朕吗？哀家不是逼你，哀家是心疼你呀。她是铁了心要离宫，一个心不在你身上的女人，你如何能留得住啊？皇帝，你还记得先皇的元妃吗？那红颜薄命的元妃是父皇最爱的女人，可那女子并不爱父皇，父皇将她强留在宫中，甚至一度要封她为后。但是她入宫不到3年，便用一种尤为惨烈的方式死了。元妃的事是宫中秘闻，但萧玉一直都记得。他划划自己的脸，将一把剑生生刺入腹中，一尸两命。他亲眼看到父皇抱着元妃的尸体不许下葬，就那么生生挨了2天，终于伤心的昏厥。那之后父皇性情大变，人虽活着，心却死了。当晚萧玉便做了个噩梦，他梦见再次和皇后拜天地，他穿着皇后吉服，模样甚美。可就在他们要喝合金酒时，凤九言突然七窍流血，同时腹部插着许多把匕首，笑着说他这辈子都无法困住他。不，梦直奔永和宫去。到了永和宫，萧玉并没有进入寝殿，只是定定地站在外面。皇上，您别看皇后嘴上那么狠，其实她呀只是跟您闹别扭呢。恕奴婢多嘴，娘娘啊心气儿高，见不得您和容妃。她是因为容妃？可不是啊，皇后娘娘对您情深意重啊，否则怎么能不顾生死给您送粮草呢？您出征那段时间，娘娘还总记挂着您呢，还不都是容妃回来了，娘娘就变了，突然说什么要和离呀？如果娘娘真的在意从前那些事儿，就不会等到现在才提这事儿了。皇上啊，奴婢是瞧得真真的。就那晚您去容妃寝宫那晚，皇后还寻去了呢。回来后啊，皇后的脸色可冷了。萧玉眉心一拧，他在长乐宫那晚，也就是黑袍越狱那晚，皇后去找他是为了黑袍的事，这点他有自知之明。但孙嬷嬷前面那些话颇有道理，令他醍醐灌顶。回宫前，在南京那段日子，皇后分明还好好的，她的变化是在回宫后，是在得知容妃怀过一子后。那天在御书房，他让容妃解释过，他没碰过容妃。现在想来，这解释实在敷衍。或许在皇后看来，容妃和他一起长大，会帮着他一起骗他。陈吉，容妃那件事查得如何了？启禀皇上，暂且只有些许线索。还站着做甚？去查，速速去查。这些日子，你最首要的便是查清此事。是。次日一早，萧玉来到永和宫。皇后，再给朕一些时日，朕会向你保证一切，容妃不会是你我之间的阻碍。凤九言淡然沉默。容妃确实从来不是他们之间的问题所在。终于这天晚上，皇后，朕没有骗你，容妃的孩子真的不是朕的，朕查到了。朕怕你不信，现在朕终于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皇后，别离开朕。话落，他微微颤抖着手，将那些工人的供词拿给他。凤九言有些愣神，随即他推开萧玉的手。是不是朕清白与否，你都不在意？您不必做这些事，我从未说过是因为您和容妃的事而离开。朕知道，你只是不喜欢朕。若换作是段怀旭，你不会是这样的反应。朕自从知道容妃有过一子，便患得患失。朕怕，朕真的碰过她，你就会离开朕。朕想过瞒着你，也想过待事情查明，不管真相如何，都该向你坦诚。如今，朕真的查到了，你却不在意。原来没有什么所谓的希望，他们之间早已是支离破碎了。
萧玉病急乱投医，竟然信了孙嬷嬷的话。他一言不发，只当是默认。萧玉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确实不在意。萧玉的眼神褪去白日里君王的威严霸气，只余下疲惫。朕还没有亲眼看过你耍那套枪法，给朕看看，可好？凤九言看出他眸中的妥协意味。好。凤九言换上一身轻便的窄袖裙，风吹来，谪仙轻逸。月明星稀，他的身影笼罩在那美丽的月光下。随着一个起手端枪，枪身稳稳地被他控制。挑杆、定杆、立杆，无一不显示他的扎实功底。随着一个旋身，使出一记回马枪，旋即持枪飞踹上树。踏树而下后，又是迅猛的3连刺。他的直刺又准又狠，枪随人动。这之后，便是他的蛟龙出海。他手中的枪宛若长鞭，甩在地上，扬起一地枯叶尘土。几个转身回旋，手中回马枪，脚下飞踹，枪、胳膊、腿几乎绷成一条直线。萧玉站在廊檐上，在他眼里，凤九言的每根头发丝儿都是美的。萧玉看着眼前人，心好似被人一刀刀剜下。轻卸戎装赴黄图，无人扶清凌云志。凤九言，他是南齐的将才，他该是南齐的孟少将军，而非他萧玉的皇后。他却想硬生生地将凤九言折损在宫中，叫他怎么能不恨自己？这宫里出过一个元妃，够了。萧玉的眼中好似闪动着什么。凤九言，朕不顾你了。说出这句话后，他便越过凤九言走了。凤九言定在原地，手紧握那竖立的长枪，眼中附着一抹别样的情绪。皇帝病了，太医们说皇上是染上了风寒，但他没有落下一天的政务。进入12月的这一天，和离的圣旨终是下了。娘娘，您终于能离开了。哎呦，娘娘啊，我的娘娘喂，您为何小骨头为何非要离宫啊？哎呀，好聚好散是他所求的上策，如此凤家、连双他们都不会遭到牵连。凤九言的行李不多，一个包袱足以装下。永和宫外，陈吉将立着，见到皇后出来，属下斗胆，请您回头。活的路自前方，所以他不会回头，即便他真的短暂的动过心，也不会为了他付出一辈子的代价。属下恭送皇后娘娘。奴婢恭送小姐。此时妃嫔们都在这儿等着送别凤九言。皇后娘娘，您把我也带走吧，这宫里没了您，我还有什么活头啊？嫔妾也想随您离开。凤姑娘，保重，愿烈日暴雨都无法伤你。平时傲慢的宁妃此时也满腔泪意。凤微强，你本可以成为一代贤后，继续凤家的荣光，本宫实在不懂你，你为何……算了，你都要走了，本宫只能祝你平安，往后遇到什么麻烦，本宫会帮你一把的。好，我记下了。慕容婵等他们说完了，将一枚平安符送给凤九言。我儿时生了场大病，是这平安符护佑着我，现在我将它送给你。凤姑娘，请你务必要活得璀璨如星光。多谢。众妃嫔的哭声此起彼伏，都舍不得皇后。皇后教他们骑术，带着他们给将士们制衣做鞋面，让他们死掉的心活了过来，彼此的感情加深，让他们渐渐懂得，他们活着不是为了讨好皇上争宠。诸位，千里万里，终须一别，我等各自珍重。突然，一支箭从高处射下，落在凤九言身后。他回头，看见那高处的横楼上，男人手持弓箭，是萧玉，再次搭上一箭，对着他。皇上，不要！皇上，您不能伤害凤微强。君子一诺千金，皇上既已下旨和离，岂能反悔？皇上，臣妾求您了，不要杀皇后娘娘。横楼上，萧玉握弓的手微微发抖，他双眸猩红，直勾勾地盯着凤九言。箭飞出，射中他身后的路。帝王宛若陷入魔怔，又搭上2支箭。陈吉比那些妃嫔们清楚，皇上不会伤害皇后娘娘。民女祈愿我南齐千秋万载，祈愿我皇一世安康。话落，他转身继续往前走。横楼上，他目光紧锁着那远去的人，一言不发。漆黑锐利的眸子里，
满含痛意。朕的少将军啊，且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在朕后悔前，去抓牢你想要的自由。萧玉终是承受不住身心的痛，涌出一口鲜血。皇上！两边的人赶忙要去扶他，被他抬手挡开，转身走向了横楼。横楼的尽头，容妃满脸担心地望着他。皇上，萧玉好似看不到他，径直从他身边走过，没有半点停留。容妃的心跟着他一起痛。宫门外，凤夫人扶着凤父，在马车边等了许久。一个被皇家休弃的女人，我是不会让她回凤家的。凤夫人晓得他嘴硬，他若真的不愿，怎会拖着病体亲自来接女儿？就这么点行李吗？我们可弄了2辆马车呢。你兄长当差走不开，家里都备好了饭菜。九言，去向你父亲赔个不是，我们这就回家吧。父亲，别喊我父亲，你不是都送那断绝书了吗？不是不认我这父亲了吗？好了，女儿都来跟你赔不是了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九言，你父亲就是嘴硬心软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对，回家，等回去了，我再好好问问你。我不会回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回家？那你去哪儿？天地之大，四海皆为家。你们只当没我这个女儿，就如从前。说完这话，他便走了，走得那么干脆决绝。身后是凤父的怒骂以及凤夫人的哭声。逆女，你这逆女！好，你是想横尸荒野呀！老爷，别说了。我偏要说，放着一国之后不当，他去四海为家，我当初就该噎死他。我，老爷，老爷！离宫10几里外，凤九言被人拦下，他身边的伍佰迅速反应：“凤姑娘，长公主有请。”长公主早已架好琴，我为少将军弹一曲，作为践行吧。不必了，我还要赶路。何事如此着急？是否需要我帮忙？告辞。少将军，你还会回来吗？不了，哪怕会回来，也用不着给人等待的希望。少将军，一路保重，保重。少将军，我们去哪儿？南疆。那黑袍的窝就在南疆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连双回到永和宫，却见到殿内站着一个人。皇上，奴婢参见皇上。萧玉站在章子门前，没有进入内殿，仿佛只要不推开那扇门，他就能骗过自己。皇后还在里面。他把你也丢下了吗？连双听出他声音不对劲，好像很虚弱，真是情关难过呀。萧玉在永和宫待了1天，奏折就这么堆在御书房。容妃得知后，亲自来到永和宫劝解。只见帝王就那么干站在窗边。皇上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你既然决定放手，就应该洒脱些。他已经走了，你这样折磨自己，你那孩子不是真的。是您出征前那晚，您喝醉酒，我照顾了您1晚上。天亮前，我离开紫晨宫，然后我被人侮辱了。萧玉没有过问细节，也没有转头看他一眼。那人用了迷香，等我醒来时，便是衣衫不整地躺在废弃冷宫里。后来我找到了那个人，亲手杀了他。我也是个寻常女子，我想保留清白的名声，所以我只能说那孩子是你的。对不起皇上，我骗了你，你要如何处置我，我绝无二话。他都不在乎了，朕还有什么可在乎的？如今又只剩下他，独自面对往后数不尽的黑夜。10日后，南齐边境，凤九言回眸一瞬的漠然，落于伍佰眼中。少将军，现在回头也还来得及。他清楚，少将军绝非冷血无情之人，反而格外重情义。无人知晓少将军的苦衷，他晓得。一方面，根据黑袍所言，少将军已经被天龙会的人盯上了。那些人不知从何时起，竟已知道孟少将军面具下的模样，知道当今皇后曾经就是那孟行舟。尤其根据最近的探查，天龙会竟早已悄然复生，他们那位教主不日就要出关。另一方面，孟行舟已是他们的眼中钉，又加上苏焕这层身份，是当年荡平天龙会的首领之一，只怕天龙会早晚会查清楚，新仇旧仇一起算。届时以天龙会的行事风格，少将军身边的人必然遭牵连。只要您和皇上说明那些天龙会余孽要对付您，
相信皇上会保护您的，他会捉拿那些人。您何必将所有事都往自个儿身上揽呢？我若无力自保，何谈保护身边人？即便萧玉能保护他，但他的家人呢？难道萧玉能时刻派人保护他们吗？人真正能依靠的，只有自己。少将军，您就没有一点点喜欢皇上吗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若他留下，那么就连出宫这样的事都得经过萧玉的允准，如此不自由，只会束缚住他。与其将来陷入数不清的争执中，不如趁早割断，免得越陷越深，不可拖延。他想要的是那个人站在他的前程里，而非他困在那个人的圈定中。此时，南齐某处庄子内，尊者，属下探明了，帝后感情崩裂，却已和离。孟行舟离开皇宫了吗？是。可知他往哪儿去了？我们跟丢了。一道身后的内力袭来，将那黑衣人掀翻在地。去找，5年之约将至，吾必要他性命。遵命。1个月后，南疆密密麻麻的土龙叫人起鸡皮栗子。他们已经不是寻常土龙，表面凸起肿胀，一看便是携着毒性。凤九岩迅速服下1颗避毒丹，2个时辰后，山洞外，少将军，甫一开口，只见少将军脸上都是血，里面没人。那您身上的血，难道是土龙？少将军，土龙真的在里面？凤九岩杀光了那些土龙，庆幸的是，他们还未被炼制成天水那样的毒药，否则他未必能活着出来。你继续守在这儿，我离开会儿。是。凤九岩找到阮福玉，与他说了自己的猜测。伤害我南疆百姓的是那天龙会的人。山洞里有许多尸骨，想必是炼制天水所用。南疆女子之死是因身中蛊毒，想来也是在提制毒性，果断精进。先喝水。此事我大概了解了，剩下的便交给我。若真是天龙会余孽在暗中谋事，我定不会让他们活着出南疆。眼下只能守株待兔，派去那边的人不宜太多。我有分寸。除夕夜，阖家团圆，凤九岩却守在那山洞外，时刻警惕着。一转头，便看到了黑袍，刀光剑影骤现。那黑袍重伤出狱，有些体力不支。他没料到自己豢养土龙的地方被发现，也没料到在这除夕夜，此地会有埋伏，更没想到是苏焕。苏焕，当年的灭教之仇，我们可都记着呢。教主将要出关，到时候就是你的死期。他立即吹响哨声，试图将什么唤出来，然而什么都没有。你对我的天水们做了什么？我杀了他们。苏焕，你服下这药，我就带你去见教主。别听他的。但旋即眼前闪过一道凌厉剑光。啰嗦。郎君这一剑真是痛快。凤九岩冷冷地瞥了眼黑袍的尸体，他远赴千里而来，就是为了杀他，还能任由他摆布了？报仇，杀了仇人排第1，真相排第2。3月中旬，凤九岩回到了北京。你这孩子定是又忙着做事，没有好好吃饭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这身子并非铁打的呀。确实我的不是。回来就好，这下总算是断干净了，也省得我总牵挂着。九岩，皇城的事儿我有所耳闻，你闹成那样，皇帝都没翻脸，还远了和离，看来他对你用情至深呐。可在我看来，他就是再好，也并非你的良配。九岩，你的性子太刚硬，他是皇帝，必然也是要强的人。而且这皇帝有3宫6院，他一时喜欢你，或许还会为你抛弃其他妃嫔。但以后呢？你离开他是对的。他还是童子身。孟夫人愕然一愣。师娘，北境可有部署？凤九岩和师傅师娘说过天龙会的事后，便转而去了逍遥居。苏兄弟，抱歉，苏兄弟，我对……他如鲠在喉，说不出话来。一边是日久生情的心上人，一边是多年好友，他哪个都不想失去。我知道朋友妻不可欺，我也知道身为大丈夫不该对自己的病患产生越位的情愫，但我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。苏兄弟，都是我的错，凤姑娘她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以为我喜欢她？难道不是吗？凤九岩从未告诉过宋离他的真实身份，以及他和凤微强的关系。我将她当作妹妹疼爱，仅此而已。宋离，你与她不合适。你不该这样说，我们很合适。你宋家规矩的，会接受凤姑娘吗？宋离，不要为了你一时的喜欢牵连人家姑娘，她再也经不起任何伤害了。他们世代行医，非常看重子嗣传承。宋离又是独子，
微强无法生育，注定和宋离无法圆满。我晓得你担心什么，但我相信只要情比金坚，那些都不是问题。族中长辈那边我会说服的。那就先把你宋家的长辈说服了，再来招惹微强。好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心有所爱，能越山海。公子，出事了！夫人被抓走了。夫人被掳走，匪徒留下一封信，简言之，要他独自赴约，去五阳山换回师娘。我这就去。冷静些，你师娘被掳，我比你更担心。但你就这么去了，我只怕你也落入他们手里呀。我就不该来北京，若是师娘出事，我以死谢罪。醒醒，不要自乱阵脚。你选择北京，是因为觉得师父师娘可靠，是因为北京是我们的地盘。你自责，北师也该自责。你明明千叮咛万嘱咐，我还是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妻子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们抓走你的师娘，你就让他们看看，动了不该动的人是什么下场。您说的对。然而说话间，他看着的并非师父梦区，而是屋顶上方，对师父简单打了个手势。这才像样。半个时辰后，五阳山，柳泉眼看着自己的人一个个倒地，立马将大刀架在孟夫人脖子上。住手，否则俺杀了他！闻言，凤九言果真停手。与此同时，眼前突然被洒下毒粉，他的眼睛顿时刺痛难忍。一起上，杀了他！然而，哪怕伤了眼睛，凤九言还能听声辨位。他迅速躲开对手的攻击，柳泉紧盯着他的招式，没有注意到那昏迷的孟夫人此时正歪着头，暗中用手刃一点点割断绳子。在凤九言看不到的地方，树枝高处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子。危急时候，被绑着的孟夫人割断绳子，旋即大喊：“右后！”这怎么会是个男人嗓音？主子，左后3！笛声无法掩盖着喊叫。凤九言听到后，迅速折枝为剑。直到下一瞬，凤九言拳头离开，其他人才晓得柳泉是被穿喉了。天龙会10大高手之一的狂刀柳泉，竟就这么死在一个女人手里。不多时，孟将军带着人上来了，见凤九言眼睛受伤，他心头一颤，立马命令：“快下山找你师娘！500，你护送他，马上！”凤九言，你的命我早晚来取。眼睛可有事啊？你还有脸问？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吗？怎么还能让九言受此伤？这次是运气好，万一是那极其阴毒的药，一辈子看不见了怎么办？师娘莫怪，师父是为了捉拿府内的细作，何况对方只让我一人前往。那细作可抓到了？夫人放心，一抓一个准儿。真是没想到，天龙会早已将手伸进这将军府里。多亏九言你机警，想到问题所在。自从被黑袍认出，凤九言就在思索，天龙会是如何知晓他孟少将军面具下的真容的。问题就很可能出在将军府内。夫人，我也是出了力的，是我想到让500易容假扮成你，才将那帮人引了出来。而且我这演戏的功夫也不错。是你也有功，今晚我亲自下厨，给你们熬点汤补补。逃走的那个，您可有线索？那是个高手，没有留下任何踪迹。师父，我明日便离开北京。你才刚回来，这就要走啊？别说为师了，就是你师娘都不会答应啊。师父，徒儿身不由己。另一边，皇城，皇帝巡视军营，突然红沙地上出现一个手持红缨枪的士兵。演练结束后，萧玉让那士兵近前来，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小女无状，请您恕罪。皇上，臣女真真私来军营，家中无人知晓。你允许娘子军的存在，且封过女将军，想来也是不反对女子从军的。家父膝下无子，我身为长女，想要效法木兰，承袭甄家武将的威名，请您成全。你会使长枪？回皇上，臣女自小练习长枪。萧玉神情淡淡的看着他，视线有些许辽远，就好像透过他在看另一个人。皇上，小女没几个月就要嫁人了。你若不愿嫁，朕可下旨允你退婚。甄如海一时不知自己该不该高兴。高兴的是，皇上真的喜欢自己这女儿；惶恐的是，君夺臣妻。皇上，臣女不想嫁。刘世良，记下此事。是皇上。皇上对甄家女一见倾心之事，很快就被传进了宫里。你这个丫头，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？皇上都要纳新人了，再也不会来永和宫了。你在这儿是没有出头之日的。你要是跟着嬷嬷我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
宁妃娘娘虽然不受宠，但好歹也是太后的亲侄女啊，如今还掌管着后宫大权。哎呦，奴婢参见皇上。萧玉没有看他一眼，径直朝着正殿走去。但路过院内那棵树，他眸色一凛。怎会哭的？皇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或许老天爷都在帮您斩断前缘，恭贺您觅得佳人。孙嬷嬷想，这丫头疯了，疯了呀！她竟敢如此讽刺挖苦皇上。连双挨下皇帝那一掌，感觉五脏六腑都要碎了。可他不后悔说出那番话。他听孙嬷嬷说了那甄家女的事，才晓得那句话不错，男人的真心转瞬即逝。他曾经也觉得九妍小姐有些狠心，不该践踏皇上的真情，可现在他只觉得皇上活该。皇上，连双的意思是……滚！孙嬷嬷不敢犯盛怒，赶忙走了。你在为谁抱不平？在你看来，是朕有负于他吗？给朕记住，朕纵然喜欢上他人，也不算对不起他。是他要离开朕，是他绝情在先，难不成朕还要为他守身守心吗？他是什么很下贱的人吗？萧玉看他这副模样，不由想起那个女人，也是这般不冷不热，不管他说什么，都是淡淡的一声是。既然留不住，那就都散了吧。后宫是该添新人了。一日，宫中新添了位妃子，得知那新人是谁后，众妃嫔大为震惊。江明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太过分了，皇上怎么能这样做？连双姑娘，可别跪着了，赶紧接旨吧。这可是天大的恩典呐！奴才在宫里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直接封妃的。公公，我不能接旨。皇上真就是疯了！快来人，拦住他，拦住新妃娘娘！我不是新妃，我不是，别过来！御书房，陈吉一声不响地站着。皇上这是何必呢？到底是想报复连双昨日的失言，还是想报复皇后娘娘？更为震惊纳闷的，当属甄府。甄如海一遍遍地确认，皇上封了个宫女做妃子。老爷，这是怎么了？不是说封妃要过礼，没这么快吗？可为什么连那贱婢都做妃子了？我们的女儿呢？皇上怎么还不接朕儿入宫？行了，别吵了，让我进去。不会的，皇上不会不要甄家女的。那天演练，他瞧得真真的。皇上瞧着甄真眼睛里流露出的真情，那都骗不了人。永和宫，连双想，他怕是命不久矣了。当晚，皇上还真的来了。连双穿着一身沉重的华服，甚是不自在。奴婢，萧玉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径直走进寝殿。皇上，请您饶了奴婢吧。果真是什么样的主子，教出什么样的奴才。朕给你荣宠，你就这般谢恩的？皇上，奴婢卑贱。既有自知之明，就按朕说的做。以后好好做朕的宠妃，也不枉皇后将你留给朕。不多时，寝殿熄了灯火。一夜过去，次日天还未亮，帐内便有窸窸窣窣的衣料摩擦声。旋即，帝王从里面走出来，面上有些许艳足。这么久了，也就是昨晚睡了个安稳觉。连双跪在张子门外，身上还穿着昨晚的华服。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是。他们根本不知道，皇上不想承认忘不了前皇后，便借着他光明正大的来永和宫。他们也不知道，他昨晚根本没有承宠，还要配合着皇上演这出戏。书房内，皇上，宣城守军哗变了。宣城发生哗变，起因是将士们不满朝廷发的微薄粮饷，抗争无果，便反了。这一反，柱国公府遭难，大批百姓涌入。春日艳阳，本该是个好天气，却在宣城上方笼下层层阴霾。城门外，吴白驾着马车。少将军，宣城发生动荡，我们得绕路了。绕道东行。闪开！那8岁左右的小姑娘刚才突然窜了出来，一看便是难民模样。她像是被吓到，立时瘫坐在地，哇哇大哭。大哥哥，你帮帮我！你爹娘呢？爹娘他们走丢了。本来我们要去皇城投奔亲戚，可好多人，我没把他们看住，他们丢了。先顺路捎上。几个时辰后，他们抵达宣城隔壁以东的小林城，此地暂且是安全的。大哥哥，我叫笑笑，笑口常开的笑。
我有一个兄长是在皇城里当大官，好大好大呢。我给你钱，你送我去皇城好不好？你不要那些人送，他们看着就不像好人。乖乖，这丫头是个财神娃娃呀。凤九言要去武林盟带个孩子不方便，但宣城反贼叛乱，马上要攻来了，即刻关城门御敌。路边的百姓人人自危，哪里冒出的反贼？真可怕啊！是啊，连柱国公府都被反贼占了，那可是皇上的堂叔啊！汉军要逼柱国公交出宣城的藏宝图，这图若是落到反贼的手里，这事儿可就大了啊！先出城。出了小林城，再往南就是东信城，武林盟就在这东信城内的沈家坞。来是黄泉路，归是黄泉路，义结金兰共荣辱，携手江湖铸传奇。外唱，盟主威武！伍佰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这暗号好俗气。凤九言说完后，面色略显僵硬。该死的东方氏，守村人一看是自己人，就这么放行了。我们苏兄弟当爹了。苏焕，你这闺女挺能长啊！哎，你这可不道义，怎么没喊我们喝喜酒啊？他清楚，这些人不可能不知道，以他的年纪，生不出这么大的闺女，不过是皮痒罢了。东方氏呢？我来是有要事相商。盟主去播种了，他特意交代不用等他。播种？是我想的那个播种吗？屋里的这些大多是苏焕的旧识，只见一身穿粗布青衫短袄的男人。刚播完种，赶上好天气了。结果那鸡好像认主似的，扑棱起翅膀朝着凤九言飞去。与此同时，他又抓起筐里的果子，如同发射暗器一般对凤九言进攻。伍佰目瞪口呆，完全不晓得。再一看，赵将军不知道何时拿了把伞挡在身前。不是，合着就我遭殃了呀？哎呀，手滑了，你们没事吧？哎，都坐下吃饭。苏焕时隔4年10个月12天5个时辰回来一趟，甚是难得。这东方盟主莫不是藏着个算盘？饭后，天龙会卷土重来，必然会找我们武林盟以报当年灭门之仇。在思，武林盟匡扶正义，容不得邪魔外道。在公，你我皆为南齐子民，该为君主处理忧患。说得好，天龙会狼子野心必除之。我想到一个口号，口号就不必了。眼下还有一事，那小姑娘，烦请你差人送她去皇城。樊进忍不住问：“苏兄弟，那孩子是谁的？”应是柱国公之女。什么？柱国公之女？那就是小郡主，当今皇帝的堂妹。那丫头的衣服很普通，却忘了换双普通的鞋子。金绒丝、浮光绣，那是皇室特供。他没有说，其实见到那小郡主的第一眼，便觉得她和萧玉的眉眼有些相似。樊进主动请缨：“我送她吧，我脚程快，力气大，能背着她跑。”那就这么决定了，老樊去，苏焕留下共商灭敌大计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真的不用来几句口号振奋一下人心，我都想好了，屠魔护龙，我辈光荣，风起云涌，唯我武林盟，怎么样？凤九言无语，他抄起手边的抹布，直接甩向东方氏的嘴。我说不必了。入口处那暗号已经是他容忍的底线。不，我不跟你走，我要大哥哥。我有要事在身，不能送你回皇城。我可以等。你的家人还在皇城等你，难道你不想早点见到他们吗？笑笑抽抽搭搭的摇头，他这不想，我只想和哥哥你在一起。樊进急着把人送走，话不多说，直接一个猝不及防的把人抱走了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樊进又突然抱着人回来了。哎呦，苏兄弟，这丫头咬人呢！这人我受不了了。我这一出沈家坞呀，就有好些个人暗中跟着，肯定是那些反贼想要对小郡主不利。我认为啊，等风头过去了，再把人送走才较为安全。先送封信给皇帝，告诉他郡主安然。行。于是小郡主就这么留在了武林盟里。几天后，东方氏从外面回来，一脸沉重。宣城叛军关了城门，不准百姓出入，并且那贼首提出要皇上去宣城才肯放过城中百姓，否则就屠城。朝廷那边可有回应？为稳住那些叛军，朝廷明面上答应了，暗中希望我们武林盟助一臂之力，确保皇上安全。朝廷看中的是武林盟的眼线遍布各地，进了宣城，有人内外呼应。即便有武林盟人士暗中保护，皇上也不该如此冒险。我看，不如由我直接易容成皇帝，带他进宣城，更加稳妥。东方氏虽不满凤九言当年离开武林盟，却也不忍看他单刀入敌营。你变了，从前你最是惜命，总说没人比你自己更重要。
我现在亦是如此。那就不要独自揽下所有事，你又不姓萧。苏焕，你专心查天龙会的事，宣城一事我自有安排。易容这法子，我和你想的一样，甚至于这人选，我想没人比我更合适。这是我身为盟主该做的，别再试图劝我，这样立功的好事儿，我可不会让给你啊。东方氏已经拿定主意，凤九言便没再劝阻。他看起来没什么脾气，实则他的爆发力、武功都不在凤九言之下。半个月后，瑞王秘密抵达东信城，他来到武林盟，身边只带了2名侍卫，其中一个是柳华，凤九言见过，另一个戴着面具，严严实实地遮挡住整张脸。我这兄弟天生是哑巴，性子孤僻，不善与人打交道，您不用在意他。哥哥，我怕黑，你陪我睡觉。这是柱国公府的郡主，瑞王你认认。哥哥你早就知道我是……哦，竟是郡主妹妹吗？这夜黑风高的，本王还真没看清。大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无妨，我晓得您是形势所逼。苏副盟主，本王的兵马都在外面，且明日就要启程去宣城。这小郡主可否请武林盟的义士们照看？他上前一步，在瑞王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。郡主，你……好吧，既如此，只能带你一起过去了。方才郡主说，柱国公府被叛军控制前，柱国公将宣城的藏宝图交给了郡主，让他带回皇城。但郡主一路被人追，怕自己保护不了藏宝图，便将它埋在了一棵树下了。这也太危险了，万一被那些叛军发现……看似危险的地方，反倒安全。那些叛军都以为藏宝图被郡主带了出去，一直在宣城外追查郡主下落，没那么容易发现藏宝图所在。我就是这么想的，父王教过我这个道理。藏宝图关系重大，武林盟不便插手，还请瑞王自行安排。翌日，人马兵分3路，东方氏易容成皇帝独自进宣城，瑞王先往西行，去西信城调兵。他的哑巴侍卫带着小郡主去宣城寻藏宝库，同时凤九言也计划着进宣城，助东方氏打开那城门的机关锁。我有个想法，既然大哥哥也要去宣城，那我们3个一起吧。大哥哥，那个哑巴侍卫好凶，看着就不像个好人，他刚才还瞪我，我害怕。凤九言看着小郡主那张脸，终究是没狠下心。那哑巴侍卫也下意识地弯腰进车厢。你进来，谁敢马车啊？哑巴侍卫僵硬了一下，旋即出去了。凤九言也有些不自在。郡主，我还是去外面。不行，大哥哥你要天生保护我。郡主，男女有别。我知道哦。马车颠簸，小郡主甚是困倦，便躺在里面睡着了。醒来时已是中午。停下歇会儿，我来驾车。男人眼中掠过一道暗芒，旋即将马车慢慢停下。我替你。男人摇头表示不用，但他已经赶了1上午的马车。凤九言单怕他精力耗损，无法保护好小郡主，于是他强行将人拽进车厢。那一拽力气甚大，哑巴侍卫反应不及，一下跌坐在后。旋即他眼神一冷，眸中似有杀气。凤九言没有看他，径直去赶马车。该死的苏焕，力气这么大！男人十分放肆，直接伸手拿他旁边的饼，似乎没把他当主子看待。他拿的是我的饼啊！日落黄昏，一行3人在客栈住下。前些日子从宣城来了好些难民，我们这儿的客栈几乎都人满为患。不过挤一挤还是能成的，上房的床很大。大哥哥，你今晚跟我一起。那睡字还没出口，一身黑色劲装的哑巴侍卫直接将凤九言拽开，随后一把将他推进隔壁客房。哪来的杀气？我的大哥哥呢？于是2个大男人睡一个屋，小郡主1个人睡。凤九言看着屋里唯一的大床，眉头微皱。你先睡，我去守着郡主。旋即他朝凤九言打了几个凌乱的手势。凤九言依稀辨别出他是在警告自己不许靠近小郡主。凤九言还想辩解几句，那哑巴格外强势的把他推进帐内。你等等，他差点就没控制住自己的声音。你睡床，我睡上面。他手指向那房梁，说完便当着他的面一个轻功跃了上去。次日，一行3人继续赶路。大哥哥，昨晚你和那个怪人一起睡的吗？大哥哥，今晚你一定要和我睡，我昨晚都做噩梦了，好可怕的。凤九言没有应承，默默将小郡主推开。这丫头怎么一点不懂得男女有别？婚时，马车停在一家偏僻酒肆外，3人点了一盆牛肉，一壶酒。小郡主乖乖地坐着，小口小口地吃肉。
再一看，那哑巴侍卫也是端坐着。凤九言莫名觉得他有些似曾相识。南齐境内隐秘的，尊者，狂刀刘全已死的消息是否告诉教主？教主出关在即，不可扰其兴致。是。与此同时，凤九言三人已经潜入宣城，并就此兵分两路。哑巴侍卫带着小郡主去寻藏宝图，他则伺机而动，为东方氏开城门。挖到第12棵树时，哑巴侍卫忍无可忍。你到底记不记得？你不是哑巴吗？想清楚，到底是哪棵树？好像是这个，也好像是那个。我放图的时候是白天，现在黑漆漆的，看不清。翌日，皇帝进宣城了，叛军大张旗鼓地迎他。叛军首领王寿仁表面恭敬：“末将参见皇上。”免礼。进了宣城，他便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，而他视线所在是那城门上的机关锁阵。他们并非门锁，而是加固在城门内侧的一道铜墙铁壁，令敌人无法从外面撞开。由于他的制造十分耗费财力和人力，整个南齐也就只有宣城和皇城的城门有着机关锁。东方家的老祖宗真是给他出了个好大的难题啊！突然，皇帝捂着心口，一副要吐不吐的模样。不要紧，朕就是水土不服，有点难受。皇上既然龙体不适，就先去客栈歇息吧。入夜后，穷山着火了，速速灭火！穷山挨着叛军新造的粮仓，他们个个如临大敌，城中的叛军多半都被召去救火。哑巴侍卫从柱国公府逃出后，一路往东，身后是追兵，跑到一处巷口时，与人撞了个满怀，竟然是苏焕，真是冤家。两人身后各自还有一波追兵，他们是一伙的，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凤九言立马抓着哑巴侍卫一起跑。情急之中，他带着哑巴侍卫翻墙而上，旋即翻进了2楼一间房里。更夸张的是，床帐内传出呀呀的激烈声响。哑巴侍卫当即意识到，苏焕带自己进了个不正经的鬼地方。是，却只见苏焕不仅不懂得回避，还迅速冲进了帐幔里。紧接着，里面响起男人的怒吼，女人的尖叫。男人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好似被打晕了。不多时，凤九言将那女人押了出来。不想死，就按我说的做。别杀我！宣城进了刺客，本将军要搜查，所有人都给本将军站着别动。叫！女人被吓坏了。叫什么？别杀我！我叫什么？对了，我叫冬儿。没问你叫什么，就像你方才在床上那样叫。叫！女人忽然一个抽搐，就这么晕了过去。门外，老鸨拦着那些叛军。里面可是王将军的弟弟。怎么听起来没动静？这或许是累了，睡着了。老鸨毫不客气地将他推进浴池里。该死！叛军强行破门，只瞧见屋子里那浴池内，女人背对着他们，正把一个男人按在浴池边。两人那姿势看着亲密无间。这刺客到底去了哪儿？去别处搜。而那哑巴侍卫被他推倒在池边，在那样近距离的接触下，男人清晰地看到他面具下的唇瓣，不知不觉竟有些恍惚。凤九言走到窗边，要看外面那些叛军走了没有。杀了这些人不难，但他想要的是让他们自乱阵脚，拖住他们。郡主呢？男人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盯着他的嘴看。看我做甚？是他太多心了吗？城门那边，东方是在微弱的月光下摸索试探，回头一看，是王寿仁带着叛军过来。王将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话该末将问您呢。皇上，您要偷偷离开皇城吗？王将军见到朕一点都不惊讶，看来你早知道朕会在这儿。那么，又为什么早就料到呢？想必是你去过朕下榻的客栈。王将军，夜里偷偷去找朕，所为何事？你给你老母亲请安都没这么早吧？亦或是你想弑君？末将可不敢，是皇上您要弃宣城百姓而去才对。还装？朕都感觉到你这老匹夫的杀气了。只可惜这机关锁阵他还没有解出来，怕是无法在约定时间内让瑞王大军入城了。来人呐，请皇上回客栈。忽然间，两道人影相继出现，挡在他前面。啊，怎么才来？养精蓄锐去了，否则哪来的体力？还需多久？有劳了，再当2个时辰。说完，他转身继续鼓捣那机关锁阵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
古灵盟，苏焕。苏焕，那杀人不眨眼的牵引鬼差苏焕。凤九岩和那哑巴侍卫两人抵挡着数不清的叛军，但凡往前冲的叛军都会以一种极其迅猛的速度被踹飞、打倒。不行，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。他得尽快完成尊者的指示，把那皇帝给杀了。王兽人拿出弓箭，朝着那皇帝射去。然而，那箭矢明明是精准的射出，却在距离皇帝身边3尺的距离时，诡异的停滞了。东方氏对危险的感知一向很敏锐。所有人都给我上，杀了他们！弑君又如何？王兽人，你敢弑君？你忘了吗？我们控制宣城，只是为了要回该有的军饷。军饷？朝廷若是肯给，就不会磨蹭到现在。那也不能弑君。王兽人，马上让你的人后退。因这两人的决裂，叛军也分成2队，一队由向天带领保护皇帝，另一队听从王兽人的命令不断进攻。成了，后退！只见那城门后的铜墙铁壁如同被抽去脊骨，整个世纪之窗轰然倒塌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南齐第一机关师打造的铜墙铁壁，竟然就这么脱落了。随着一道信号弹射向上空，宣城外两边密林中刹那间冲出千军万马，是瑞王，可终究还是不敌那哑巴侍卫。不过10招，他就被后者一掌打断肋骨。随着一声痛苦的喊叫，王兽人被制服。本王奉命平定宣城之乱，但此乱在上而非下。你们若只想讨要军饷，朝廷定不会为难于你们。眼下朝廷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放下武器，饶你们不死，否则便是乱臣贼子，尽诛杀。皇上，瑞王殿下，末将自知罪无可赦，只求朝廷善待这些士兵，他们只是为了应得的军饷啊！罪臣愿以死谢罪。就在他要抹脖子时，凤九岩射出一颗石子，击中了他的手腕。别看我不是皇上，看我做事，这人皮面具实在憋得慌。你他娘的是谁？皇上的！可转瞬间，他直接一剑刺入王兽人肩膀。我娘是谁？你不配知道。方才瑞王说的是朝廷的意思，接下来我说几句。我乃武林盟东方氏。东方氏？那个武林盟盟主，他可是目前江湖排名第1的高手。武林盟匡扶正义，对待乱臣贼子向来不手软。你们可以继续反抗，但就是与整个武林盟为敌，哪怕跑到天涯海角，也会被我们找到扒皮抽筋的。于是乎，许多叛军都丢了手里的兵器。东方氏见到这场景，还算满意。他想到一个口号：如此甚好，万众一心抗！别逼我在外人面前不给你面子。他的才华横溢，就是被苏焕给扼杀的。随即，当着众人的面，那哑巴侍卫揭下了面具。是他，竟真的是他，萧玉，他怎么会来？朕亲临宣城，平叛救民，动乱者杀无赦。朕来宣城，是为了查明真相。今已查明，叛军多为王兽人所利用，他的目的不在于军饷，而在于宣城的藏宝乃至弑君。王兽人，你罪不容诛。时隔多日，百姓们打开门户，手舞足蹈的庆贺。皇上，此前不知您身份，多有得罪。他这话是替苏焕说的。朕与苏副盟主算得上旧识，这几日承蒙赐教。皇上客气。宣城事未了，二位暂留几日，朕与你们有事相商。另外也当设宴款待。而他身边的东方氏一听说有吃的，出息，一顿饭就给打发了吗？皇帝哥哥，大哥哥，你们果然在这儿啊！随后便和凤九岩坐在一张长凳上。皇帝哥哥，父王醒啦！大夫说父王平安了，只要按时吃药，很快就能恢复康健啦。萧雅，男女有别。我知道嘛。皇上，郡主尚小，加上祝国公苏醒，一时高兴不壮，神之常情。给郡主加座。结果4个大男人坐在一桌，小郡主一个人坐在旁边桌子上，孤孤单单，凄凄惨惨。皇帝哥哥真无情。饭后，萧玉要去祝国公府，顺便将小郡主送回去。大哥哥，你可以跟我回王府吗？我和父王说了，是你救了我，父王想要见你，当面谢谢你。郡主转告王爷，并非多大恩情。大哥哥去嘛，父王给你准备了厚礼呢。盛情难却，你就别推辞了。参见皇上。哎，皇叔受累了，免礼。祝国公转而看向凤九岩。这位便是苏公子吧？多谢你救了本王的女儿啊！
1个时辰后，驿馆，东方氏听到动静，便笑着推门迎接。回来了，祝国公给你什么厚？走廊上，凤九言一手拎着条咸鱼，一手拎着只山鸡，脖子上还挂着一圈不知名的果物，模样甚是狼狈滑稽。小郡主说的厚礼就是这些？祝国公给他塞银票，他没要，就随意收了只山鸡。结果一路走回来，被那些百姓认了出来，他们把他视为英雄，纷纷拿东西送给他，然后就变成了这样。祝国公府，萧雅已经8岁了，该知道什么是男女有别。祝国公也察觉到这孩子对那苏焕太过亲密。皇帝哥哥，你在说我的坏话？皇上这是好心提醒，即便那苏焕救了你，你也不该那样没分寸，往人家身上靠，还挽着人家的胳膊。可大哥哥明明是女子嘛！萧玉倏然一怔，身形被定住似的。你是如何知晓的？我就是知道，皇帝哥哥不信就算了。萧玉还想再追问什么，小丫头已经气哼哼地跑出去了。她有些失神。其实，即便苏焕是女子，也与她无甚关系，但就是有种莫名的冲动，让她继续深究此事。那晚在浴池里，苏焕靠她那么近时，那嘴唇，那唇形，她只觉得无比熟悉，像极了她吻过的。这孩子呀，定是又在胡言乱语了。萧雅，站住！告诉朕，你怎知苏焕是女子？摸到的呀，嘿，大哥哥身上很香，还很软，像奶娘一样软，不，比奶娘的还要软呢。我最喜欢和大哥哥一起睡了，可是，他不让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反正我就是知道，大哥哥和我和奶娘一样。但父王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，我不可以把别人的秘密说出去。但是皇帝哥哥和父王都是我最亲的人，我才偷偷告诉你们的。你想问他摸的哪儿才会如此确定，但又好像能猜到。皇帝哥哥，父王说你没有皇后了，很可怜。你要不要大哥哥给你做皇后呢？那样她就是我的皇嫂啦，我就可以和她一起睡觉啦。萧雅，你长大了，得学学礼数了。说她可怜，还想睡她的皇后？驿馆内，皇帝和瑞王待在一处。皇上，王受人已死，他到此都没有交代，是受谁指示？想查清此案，并非一日之功，你且先回皇城，待朕监国。但常理来说，不是应该皇上先回，他这个王爷留下彻查案情吗？宣城乃战略重地，这里的守军有不满，朕身为皇帝，应当加以重视。是，皇上，臣听您的安排。夜间，苏副盟主似乎很谨慎。皇上棋艺高超，我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。他和萧玉下过棋，不能让萧玉看出棋风一致，确要三思后行。不过，想得太多，反而会露出更多马脚。凤九言下棋的动作一顿，不知为何，总觉得他有些怪异。他的棋路不知不觉就乱了。在这几盘棋的功夫里，萧玉的视线几乎要将他的手看穿。他私下了解过易容术，高超的易容者会改变眼型，甚至会在手上做伪装。可再怎么着，总不能缩骨。萧玉心中已有答案。次日，瑞王离开了宣城。瑞王都走了，皇上怎么还要我们继续待在这儿？你若不贪那一顿饭，我们这就可以向皇上告辞。我也想知道宣城之乱谁是主谋。你有怀疑？天龙会，东方公子、苏公子，皇上请您二位过去用膳。宣城之乱始于军饷，今日朕召你们过来，便是与你们算算这笔账。随着一串串数字出口，官员们的脸上愈发异彩纷呈。朝廷发的军饷有那么多吗？算下来，近3年来共有50万两军饷的账对不上。也就是说，有人贪了这50万两。东方氏对朝廷的事儿不甚关心。这辣子鸡味不够正啊，还不如我们那天在台上吃的。我劝你少吃点。朕带了份大礼来。随着侍卫们将黑布扯开，众官员皆是一惊，托盘里的竟然是一颗颗头颅。都是贪污宣城军饷的罪臣，诸位大人且认一认，说不准还有你们的熟人。旋即，那些侍卫们目标明确的抽刀出鞘，架在了其中几位官员的脖子上。刘县徐荣、兰州王文杰、曹县汪宇。他报道名字的几位个个神色紧张，难掩心虚。启禀皇上，人都齐了。斩！旋即，那些官员连求饶的话都没机会喊，当场人头落地。杀鸡儆猴，今儿见到真的了。
吃你的鸡。4日，大哥哥，我要和皇帝哥哥一起去皇城小住。王受人弑君背后的主谋，朕并未查出。此趟回皇城，朕身边只有1名侍卫，是以朕需要武林盟的护送。这不成问题。那便由苏副盟主护送。苏焕，皇上，苏焕洒脱惯了，不服约束。武林盟里还有诸多高手，都比他合适。整个武林盟，朕只信得过苏副盟主。怎么他就不被信任了？敢问皇上，是觉得其他人信不过，有谋逆之心吗？非也，苏焕与朕的前皇后算得上至交，因而朕信他。东方盟主，可否？那边正是苏焕和小郡主，可皇帝的眼神一点不像看自家堂妹的和气，倒是格外的冷，好似那种仇人重逢，恨不能将人揉碎了。这苏焕不会把皇帝的女人给抢了吧？要我护送他们回皇城？这屋里只有我们俩人，你就说句实话，前皇后大动干戈的合理，是否与你有关？没有，我和那位前皇后清白得很。那你就去和皇上好好解释清楚。你也是男人，应该清楚男人的自尊心有多强。明面上是让你护送，说不准半路就把你给埋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和他说清楚。皇上，我与前皇后只是旧相识。朕知道，朕不想提前皇后的事。对朕来说，那也只是旧相识。既如此，想必您没有误会什么。朕从未有此误会。苏副盟主过来就是为了此事吗？东方氏说您想让我护送，这的确是朕的意思。苏副盟主，有何不便吗？确实有不便。苏副盟主，朕身边有侍卫，用不着你保护。朕请你是为了郡主。朕之所以将郡主一同带回皇城，是因为这宣城之乱并未完全结束，们与王受人同谋却行踪全无。祝国公怕有人对郡主下手，才暂时将她交由朕。郡主年幼丧母，看着活泼烂漫，实则鲜少与人亲近。她信任你，否则朕不会多此一举。沈家务围着篝火载歌载舞，为新人守夜。萧烨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习俗，一旁的东方氏向他解释，这是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习俗，一直延续至今。起初是因为战乱分歧，成婚不易，怕新人受到外地打搅，金鹏灵舍便自发聚在一起，守着他们入洞房。现在这沈家屋没有外地入侵，便渐渐改为歌舞庆贺。盟主，您跟副盟主跳一段。是啊，跳一个呀，反正你二位都是男子。那就跳吧。东方盟主不娶妻，是没有喜欢的女子吗？我一个大男人就这么哭着跑开了。萧玉也懵了，他亡妻早逝，您不该勾起他的伤心事。萧玉一时僵在那儿，有些无所适从。凤九言找到东方氏的时候，人坐在树下，抱着个酒坛子，已经哭得一抽一抽的了。我陪你喝。朕同样无妻，也可陪你喝一杯。凤九言很想堵住他的嘴，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我没事。但转眼间，三人便坐在院中石桌边，一碗一碗的喝起来。东方氏喝醉后，却喂起萧玉来。我保证，苏焕他和前皇后绝对清清白白。这小子喜欢的是男人。阮福玉亲口说的，您别刁难他啊！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您可是皇上。凤九言还清醒着，为了不让东方氏再说下去，他直接叫人来把东方氏扶回去。他正要起身告辞，朕很想他，他走后，朕很想忘记他。苏副盟主，你可有忘不掉的人？凤九言没有回答他，对着陈吉道：“皇上醉了，扶他回去。”说完，他便走了。萧玉望着他的背影，他的皇后，他的少将军，他不只是战场杀敌的孟少将军，还是那武能定江湖的武林盟苏焕。他13岁就已闯荡江湖，萧玉的皇宫对他来说太小，就好似那江海里的鱼养在小缸里会郁郁而死。今夜见他和沈家务的那些人载歌载舞，才知他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所念之人近在眼前，萧玉却越发茫然痛苦。他不能揭穿他，怕他再次离他而去。翌日，东方氏宿醉未醒，凤九言便直接给他留了封信。随后一行人便离开了沈家务。凤九言昨晚一夜未眠，这会儿也有些困乏，也不知不觉睡去。萧玉的视线定在他们身上，一大一小靠在一起，瞧着岁月静好。他不禁想，若是他和凤九言有了孩子，大抵也是这般。突然马车骤然一停，皇上，前面封路了。凤九言一行人只能择地暂歇。嘿，皇帝哥哥，你要搭帐篷吗？
我今晚可以和大哥哥一起睡吗？附近有条小溪，小郡主想吃鱼，萧玉便让陈吉去抓。凤九言熟练的生火，用树枝搭起简易的烤鱼架。大哥哥真好，要是能做我皇嫂，那就更好了。萧玉却深知这不大可能了，他心中没有他，再加上他也不喜欢皇宫的生活，他们注定不会在一起。他已经放他自由，也不会再强行困住他，而今只是想多看他几眼就好，仿佛一场梦。待他回到皇城，就是梦醒时分。苏副盟主应是没烤过鱼，朕来就好。不多时，那鱼香味便烤出来了。皇帝哥哥你好厉害，谁嫁给你那就有福气了。大哥哥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大哥哥你知道吗？我皇帝哥哥没妻子了。皇帝哥哥很可怜吧，大哥哥？凤九言倏然起身，我去看看陈吉抓了几条鱼。少说话。皇帝哥哥，你明明就喜欢和大哥哥一起玩，他都走了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烤鱼啊？难怪你的皇后跟别人跑了。谁说他跟人跑了？皇帝哥哥你只会烤鱼，是不会有妻子的。说着，他便追着凤九言去了。萧玉兀自冷下脸来，这小丫头根本什么都不懂，他追过去又如何？那女人根本对他避之不及，他只会自取其辱罢了。入夜后，夜里冷，朕有些睡不着。饿吗？尚可。你若是饿，马车里还有干粮。萧玉闻言起身离开了，却见他抓了2条鱼回来，旋即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小本本《江湖游记》。皇帝哥哥和未来皇嫂夜里私会。夜深了，应该去歇息了。朕睡不着。萧玉就这么坐在他旁边。次日路通了，4人继续赶路。抵达庞城时，凤九言尤为警戒。皇上，瑞王的密信。瑞王的来信里提到天龙会，他在天牢发现天龙会的记号残留，也就是说，当初那黑袍能得以越狱，是被天龙会所救。加快进程，速回皇城。是。然而小郡主病了，她当晚就高热不退，意识不清。郡主的病耽搁不得，我林蒙眼线甚广，你可知这庞城有没有神医？我这就去寻。帐内，小郡主呼吸微弱，嘴里唤着父王。萧玉站在帐外，听着她痛苦的呻吟，眉头紧锁。她是萧玉最小的皇妹，她出生在皇宫，也差点死在皇宫。为了让她好好活下去，她将皇妹秘密送给祝国公抚养，如此一来，便无人知晓她的过去。但哪怕记忆可以隐藏，曾经遭受的痛苦骗不了人。萧雅这病会伴随她一辈子，萧玉只能尽量让她好受些。约莫1个时辰后，凤九言回来了。这位姑娘身患极寒之症，想必是从小落下的病根，如今极难治愈啊。今日她受了风寒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老朽已经暂时帮她抑制住了，但长此以往，这姑娘只怕是活不过20岁呀。陈吉，别震惊。老朽是为苏公子办事儿，不要震惊。多谢。但这件事，朕不希望其他人知晓。我明白。到客栈外，他便看到10几个白袍。苏焕，你真该藏好些，再藏好些。江湖规矩，不牵连无辜，去别处。天快亮时，凤九言单膝跪地，一手拄着剑，呼吸略显急促。周围散落着10几具白袍的尸体。旋即，他挥剑向了白袍。就在白袍以为自己会死在他剑下时，突如其来的一支弩箭射向凤九言。他迅速一个侧身，堪堪躲开那利箭。只见树木高处站着一个白衣翩翩的男人，他手持弓箭，面具下的唇角轻扬。凤九言当即认出，在南境时，这白衣男子和那黑袍一起出现过。随即，后者的剑突然偏转方向，对准白袍，一剑穿心。凤九言立即飞身上树，想要抓住那白衣男子。阿言，我。紧接着，那白衣男子一掌挥向他，人也宛若那断线的风筝，倏然从高处坠下。忽然间，一个身影如疾风般出现，于空中接住凤九言，横抱着他一个旋身，稳稳落地。是萧玉。他没想到凤九言会被伤。白衣男子显然敌不过萧玉，方才能暗算到凤九言，也是因为分了他的神。但眼前这个男人，好似心智刀枪不入，就奔着要他命来的。几个连招下来，白衣男子就中了对方一掌，顿觉5脏6腑一震。随着一阵白雾升起，他便消失于白雾中。客栈，所幸并未伤及要害部位，只是寻常内伤，
待淤血散去，休养几日便可。切记不可太过劳累。无论如何，这次多谢您出手。另一边，白衣男子回到天龙会。人死了吗？是。做得好，吾会记你一功。谢尊者。白衣男子出去后，你受伤了？没有伤及要害。他走得决绝，女子对着他背影关心唤道：“等等，断！”可那人已经一个飞升离开他视线。这之后的路程十分顺利，短短3天后，他们抵达皇城。郡主，每天练些拳法，能强身健体。大哥哥，就不能在皇城待几天吗？你知道皇宫吗？那里很大，什么都有。如果你和我去皇宫，我会让你每天都开心的。皇帝哥哥也会。苏副盟主，后会有期。萧玉早已看清他的心，他心里永远只要段怀旭。以后他做他的皇帝，他闯他的江湖。后会有期。萧雅回来了，当年的事，说是再发生一回，别怪我不念儿时情谊。你在说什么？我真是不明白。难道我会伤害他吗？你知道的，我只是想让皇上幸福，让他开心罢了。我也想让你幸福。别用你的脏手碰我。我脏吗？这里可是比我的手还脏呢。所以啊，我们2个就这么相安无事下去吧。他的眼神温柔，却暗藏病态。永和宫，莲霜十分害怕面见盛宴。他亲眼看着皇上将九颜小姐穿过的衣裳、用过的首饰，统统丢进一个大箱子里。他这是要断了所有的念想啊！但这样真的不是在自欺欺人吗？然而丢到一半时，他突然在案桌柜中发现一本册子，旁边放着那只凤凰簪。打开那册子后，里面字字句句都是他。他曾要求凤九颜每天去御书房1个时辰半价，让他好好了解自己。他以为凤九颜被逼无奈，每天都是敷衍。帝非暴力，所罚皆有理。帝性纯，然海棠疾着实不适合。身体无法拒者，谓之心动；口不能宣，一则不笃定，二则诸事未休，是以早断之。萧逸心中凌乱，他不敢相信凤九颜心中有他。莲霜此时也看着皇帝手里的东西，倏然一怔。这柜子里的东西，九颜小姐临走时叮嘱他处理掉的，可他心中不舍。朕若吻你，甚至想强行与你有夫妻之实，你当如何？皇上，你饶了奴婢吧，奴婢不愿。恕您用强，奴婢但求一死。旋即便见他夺门而出，萧玉突然撞上一人。你杀了那个侮辱你的人，是恨他碰了你，是也不是？是，臣妾无法容他。萧玉听了这个回答，恍然大悟。他没有，身体无法拒者，为之心动。苏副盟主，留步！萧逸藏在宽袖中的手微微发抖，天知道他用了多大的理智才能克制住那份冲动。他不奢望凤九颜的心里只有他，只有一点位置就好，但也庆幸，还好他今日看到了，还好凤九颜没有走远。有人要杀朕，是江湖人士，只知道与天龙会有关，其他线索全无。朕希望苏副盟主能为朕找出那些人。皇上，苏某还有要事在身。朕知道，朕只是希望你记着此事。天牢里有天龙会的记号残留，是以那黑袍很可能是天龙会的人。我知道了。皇宫里也有天龙会的人，暗箭难防。苏焕，若是那天朕驾崩了，南齐必然生乱，毕竟朕膝下无子，各地王储定然争斗不休。届时望你武林盟匡扶正道。关于天龙会的刺客，你有何线索？如果天龙会已经渗透进皇宫，那确实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大事。萧玉根本说不出什么线索，因为他说谎了。2个月前，朕的晚膳被下毒，宣城出事前，紫晨宫出现一名戴着面具的刺客，还有天牢内残存的记号，宫里也出现过。天龙会想要弑君，那王守仁很可能是他们的傀儡。他说的颇有道理，凤九颜也不免深思起来。片刻后，他拿定主意，我这就知会东方氏，让他多派些人手来皇城，彻查天龙会余孽。他们做事可有你利落？我也会留下。凤九颜果断道，他本打算去庞城，就是为了找那些天龙会余孽。如今皇城也有这些人，且形势更加危急，那他自然要留下。
萧玉极力控制着面上的表情。皇宫御书房，陈吉听得云里雾里。皇上何时被下毒，被刺杀了？这不是让他造假吗？可是为什么呀？转念一想，皇上如此英明睿智，是为了引蛇出洞吧？没错，定是这样。另外，为了便于行事，凤九岩租了处宅子。是以黑袍和那些白袍都是天龙会的人，对付武林盟是为了一统江湖，而弑君很可能是想将手伸向朝堂。皇上，我认为您可以查一查那些被您贬到各地的王爷，他们中谁与天龙会有来往？你是怀疑朕的那些兄弟们不安分，拉拢天龙会弑君夺位吗？当年武林盟荡平天龙会，教主和他的心腹假死逃离，这些年他们一直妄图东山再起。而那些被您驱逐到别城的王爷，他们中的某位和天龙会不谋而合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天龙会助他弑君，他也能动用官府的力量助天龙会灭武林盟，一统江湖。宣城之乱，王寿仁只是他们的傀儡，让您入宣城谈判，其实是想要您的命。萧玉下巴轻压，朕觉得你说的在理，此事得从长计议。朝廷和武林盟要联手除灭天龙会。苏副盟主可有用过晚膳？苏副盟主初来皇城，朕当尽地主之谊。陈吉，去趟醉仙楼。皇上，酒楼人多眼杂，为防被天龙会余孽盯上，您还是回宫用膳。朕知道，所以朕让他们做好饭菜，直接送来。就你我二人，清静。陈吉想，或许他不配为人吧。半个时辰后，醉仙楼的伙计将饭菜送来。苏副盟主，请。不必多礼，就当朕只是寻常友人。眼中有细碎的笑意，他知道自己远远不及段怀旭在凤九岩心中的分量，但那姓段的已经死了，他还活着。当凤九岩再三问起天龙会刺客线索一事，萧玉不无心虚地看向别处。那刺客有备而来，朕命人查探过，一无所获。您若有事，让下面的人传话便是，不必亲自来这儿。皇后出走，宫中寂寞，朕将亲饮为知己，月下酌酒，借酒慰孤生。凤九岩心如火烧，他就是这么跟人说的？他是出走吗？分明是正经和离。苏副盟主沉默不言，是觉得朕不配做你的好友吗？苏某不敢。那便好。陈吉，拿酒来。萧玉想到那日的事，不由得问：那白衣男子对你说了什么，动摇了你的心智？院门突然被人强行推开，却见来人是武林盟的护法樊进。怎么回事？谁伤的你？武林盟出事了。陈吉立马去请大夫。这外伤并不致命，但是我也说不准呐，那很像那五毒散啊。是那北域禁药五毒散吗？正是，虽不是毒药，但却胜似毒药。苏焕，你走后没几天，各大门派来到沈家坞，他们不知从何处听说，以为武林盟要投靠朝廷，便来逼迫盟主。如此无凭无据之事，他们怎会轻信？宣城一战，你和盟主插手，已然人尽皆知。还有此前南齐与梁国开战，武林盟北上相助，也成了他们攻挟盟主的把柄。并且那青玉帮帮主被害，苏焕，你是清楚的，青玉帮是武林中最不服朝廷的。眼下他们都疑信青玉帮帮主之死是盟主暗下杀手，为的就是向朝廷示好。萧玉眼神微冷，江湖中大致分为两派，一派亲朝廷，一派反朝廷。他没料到因这武林盟协助宣城一战会引起其他门派的不满。荒谬！东方是如何说？他们逼迫盟主立誓契约，要盟主保证永远不再插手朝廷的事儿。盟主不认同，认为朝廷和武林应当一同抗敌。如今那些门派集合所有弟子，围住了沈家坞，对盟主发难。我见势不妙，遂暗中出来寻你。你身上的伤，还有那五毒散，又是何人所为？半路我被一伙人伏击，为首的那人武功十分高强，他们伤了我，还强行给我灌入五毒散。皇上，宫外危险重重，请您先回宫。朕会派些暗卫来。是。皇宫，萧玉眸色冷厉，他不希望有任何事分了凤九岩的心。来人，速去沈家坞，暗中查清是哪些人在反朝廷。遵命。凤九岩夜以继日的赶路，终于来到沈家坞。东方氏看着那些喊着要他退位的人，心中一片寒意。
即日起，我东方氏不再是武林盟盟主。盟主三思啊！就这样吧，给沈家屋的村民们一个清静。青龙帮的众弟子怒声吼道：“杀人偿命！东方氏有罪，武林盟也有罪，武林盟不该存在！对，推翻武林盟！”还有人要杀东方氏。东方氏躲过了那些刀剑，却没躲过一个老妇人的暗算。天龙会都是好人，他们给我们修路，给我们建私塾，让我们村里的孩子有书念，还给我们施粥。你们武林盟又做了什么？你们才是恶人，你们才是魔教。盟主，没错，我们不需要武林盟。江湖儿女人人自由，没有武林盟，我们各门各派也同样是好好的。来啊，拆着这牌匾！忽然，一个身影骤然出现，踹飞了那个想要拆牌匾的人。苏焕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是非对错，我无需向尔等辩解。我只说一遍，你们最好扪心自问，武林盟可有对不起你们诸位？那些村民不明真相，你们难道不清楚天龙会是好是坏吗？当初为了荡平魔教，我们多少人丧命，如今活着的这些几乎个个都有旧伤在身，如今却要我们认罪，笑话！别忘了，当年我与东方氏行走江湖时，无门无派，是真正的闲散人，是你们求着我们，要我们除魔，之后更是将东方氏推上盟主之位。若不是为了这该死的盟主之位，他的妻子怎会被盯上，怎会死在仇人手中？而今天龙会死灰复燃，你们却要推翻武林盟，哼，好得很呐！多说无益，我且看着你们是如何自寻死路。皇城清静的宅子里，萧玉听到推门声，当即循声望去，看到凤九言回来，他放心了。但随即他便看到凤九言身后的东方氏，这人怎么也跟回来了？见过皇上。东方盟主，这事没能解决那些麻烦吗？非也，我已经不是什么盟主了。这么晚了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他今晚就睡在这儿。夜深了，皇上，这与逐客令无异。让他去别处。朕为他租宅子，他好歹帮朕出过力，朕怎能委屈他？这宅子够用了。哼，苏焕，你真是没心没肺。还是说，你对东方氏别有居心？东方氏说过你喜欢男人，他出事你这么急着去救他，很难让朕不怀疑你对他没有别的心思。您多虑了，我就算喜欢男人，也不喜欢他那样的。恕我不送。萧玉见他如此不知轻重，难免烦躁。一个樊静也就罢了，如今又多了个东方氏，她是女子，怎么可能和男人如此亲近？你真不介意有人住在你这儿？是，也是，都是好友，并无大碍。看来是朕胡思乱想了。那么今夜朕也歇在这儿？您不行。如何不行？朕不是男子吗？朕不是你的好友吗？苏副盟主，你倒是说说，朕怎么就不行了？你应该回皇宫安置，此地简陋，怕您待不惯。朕也觉得太简陋，但宫里不太平，朕睡在你这儿至少能保命。天龙会的杀手又出现了吗？比起宫里那些侍卫，朕觉得还是你苏副盟主更可靠。话落，他径直挑了个厢房走了进去。凤九言怔了怔，他就这么留下了？自己还没答应吧？东方氏自己处理了伤口，夜里睡不着，敲开凤九言的房门。陪我说说话吧，苏焕。凤九言还没睡下，请他进屋，没有关门。而就在东方氏进屋的同时，只觉得背后一阵阴凉，他分明感觉到杀气了。殊不知，西侧厢房内，萧玉站在窗边，通过那道缝，冷凝着朱屋。该死的官夫！他笃定凤九言不会喜欢东方氏，但谁晓得东方氏是什么心思？凤九言给东方氏倒了杯水，一脸愁容，是舍不得盟主之位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知道，我从来就不想做什么盟主。就像你说的，当初我是被人硬推上那位置，如今这样也好，算是重获自由身了。御书房内，皇上，对照了名册，今日又抓到2名反朝廷的江湖人士，已经关进大牢。据交代，他们是苍巡派的，探查到东方氏和苏焕身在皇城，冒险前来，倒是挺会找死。他们一般不敢来皇城闹事，但最近追杀令一出，重金悬赏，便出了勇夫。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但凡进皇城的，想要苏焕性命的，全都收拾干净。是。皇上要传膳吗？这些日子以来，皇上连晚膳都不在宫里用了，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太皇太后已经发话，怀疑是御厨们手艺不行，都换了几个掌勺的御厨，可皇上压根儿不吃不尝。这样下去，太皇太后该责难他这大太监了。不必传膳，朕一会儿就出宫。
刘世良的心彻底凉了。凤九岩和东方氏正吃饭时，萧玉过来了。陈吉，拿碗筷。是。这皇帝怎么又来了？宫里穷得没饭吃了？不至于吧？宫里有刺客，随时想着要朕的命。你们这里的饭菜不会遭人投毒，朕吃得安心。但今日这菜着实糟糕，那绿油油的菜叶被炒得发黑，也不知是怎么做到的。啊，今日厨娘有事来不了，饭菜都是我做的。皇上若是嫌弃……萧玉眉头一锁，这官夫莫不是故意的，想借此打发他走是吗？哼，若是东方氏一人，就是吃猪食他都无所谓，但怎么能让凤九岩吃这些？陈吉，把这些都撤了。随后，萧玉起身去了厨房。皇上，您若吃不惯，让陈吉去酒楼买些菜就是。我和东方氏吃这些足够。苏焕，你可别饥不择食，这东西猪都不吃。东方氏懵了，他做的菜有这么糟糕吗？这皇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萧玉的动作很快，不到3刻钟，4菜1汤就上桌了。您真是深藏不露，在下佩服。谁能想到，堂堂一国之君，居然给他们下厨？翌日朝会，皇上，今日江湖生乱，各大门派都在寻找东方氏和苏焕这2个魔头，大大扰乱百姓，所到之处闹得人心惶惶啊！朕认为，为了百姓安居乐业，朝廷应当出手，助他们捉拿2大魔头，以免变得不可控啊！旋即给了陈吉一个眼神。随后，那谏言的大臣刚出宫门没多远，就被人捂住嘴给擒了。午后，陈吉禀告皇帝：皇上，那赵成什么都没有招，咬舌自尽了。萧玉眸中浮现一丝厉意，自尽？哼，岂不就是畏罪吗？查封赵府。遵命。皇上，近日那天龙会余孽已经公然现身，召集武林众人共商捉拿东方氏和苏焕一事，且除掉了好多邪魔歪道，大有招揽人心之嫌。晚间，他来到凤九岩这儿，与他说起此事。如今这天龙会已现身，你有何打算？杀光他们。你若需要人手，尽管和朕说。多谢皇上。哎，朕将你视为好友，不必这般多礼。今日是东方氏亡妻的忌日，他出门想去买些祭品，简单祭拜一下亡妻。盟主，我总算找到您了。东方氏认出他是紫阳派大弟子卢旭。盟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不相信您，我们都是被天龙会给骗了。天龙会果然恶毒，他们离间武林正道，逼走您后，他们就来对付我们。你们掌门何时被抓的？就在5日前，盟主，掌门查出您被诬陷的证据，想去找天龙会对峙，结果就……袖剑一出，东方氏瞳孔骤缩，偏头躲过了那个。卢旭自杀失败，立马就要逃。为了拖延逃跑时间，他将袖剑对准东方氏身后的一个孩子。情急之下，东方氏没有想太多，立马冲去抱起那孩子。接下来，腹部突然一阵剧痛，匕首被涂了迷药。东方氏当即眼前发昏，想要强行运功逼出迷药，身后飞来2只铁爪，穿透他一对琵琶骨。什么江湖第一，还不是被我们给擒住了？带走。眼看天色已晚，莫急，朕这就派人去寻。如果东方氏是被那些江湖人士所掳，他就更加不能让凤九岩出门了。2天过去，依旧没有东方氏的下落，樊进养伤都不安心。苏焕，盟主定是遇难了，我要去救盟主啊！凤九岩也是这样想，但眼下没有任何头绪，他不能再让樊进冒险。凤九岩出了宅子后，便在街市上行走，他没有任何隐藏的打算。苏副盟主，我终于找到您了，我是紫阳派弟子卢旭，我们帮主已经查明，您和东方盟主是被冤枉的，帮主被抓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凤九岩一把掐住他脖子。你就是这么把东方氏骗走的？我没有，副盟主，我们真的查到真相。咔嚓一声，他的腕骨就这么被折断了。苏焕，你这魔头，快放人！人还真是不少。忽然，一个孩子无意闯入，然而不等他靠近，凤九岩直接又是一个飞腿，将那孩子踹开。苏焕，你对一个孩子都下此毒手！既说我是魔头，那自然是宁可错杀也不放过。事实上，他早已察觉出和他们一起出现的能是什么寻常孩子。这种把戏他在战场上就见识过了。东方氏恐怕就是着了这道。片刻后，他将这些人一一打成重伤。东方氏在哪儿？我不会告诉你，你这魔头，神人得而诛之。倒是硬气。话落，他拔剑对准他2腿间。我数3个数，1、2。我说。卢旭输了。苏焕武功不如东方氏，却比东方氏难缠得多。半个时辰后，只见东方氏被穿透琵琶骨，
苏焕，你不该来。苏焕呐，别来无恙啊！一下除掉你们2个大魔头，便是我紫阳派一战扬名的大好机会啊！杀我就凭你们！苏焕，走，别管我，走！凤九言不能看着他死，他丢了你在扮什么傻？这时，空中飞来一对铁爪，冲着他的琵琶骨而来。东方氏脸色一白，躲开！血溅，心绪四溅。众人反应过来时，才发现他已经闪现到掌门身后，一把短刃断了掌门的手。你们难道不知他为什么被称为千影鬼刹吗？你先走。东方氏看得出，直到现在，凤九言也没有用杀招，自己留在这无济于事，帮不上忙，反而是拖累。皇宫，属下在城中医馆发现了数十名紫阳派弟子，审问后得知，苏焕被困于城南道观之中。备马。迎面便见到容妃。皇上，您如此着急是要去哪儿？出宫。皇上，太皇太后知道您这些日子总往宫外跑，十分生气。您万千之躯，怎好扑于危险之中呢？朕自有分寸。臣妾知道，您要去救人。他自小习武，刀枪棍棒不如他和瑞王，但耳力极好。方才皇上和陈吉在殿内所说的，他都听见了。回你的长乐宫去。哪怕他们自小相识，也不代表容妃能干涉他的事。2刻钟后，萧玉带着一队人马抵达城南道观。皇上，道观着火了！救火！直接揪着那紫阳派掌门的衣领。他在哪儿？苏焕在哪儿？在里面，我就看到那2个人去里面打了，然后就掉下了机关坑。闻言，萧玉不假思索，径直冲了进去。皇上！此时地下，萧玉稳稳落地，地上有数不清的尸体，看起来都刚死没多久。他提防着那个和他一起掉下来的蒙面女子。找到了。在一块巨石后，凤九言靠在石头边，奄奄一息。腿伤了，站不起来。你们别管我，那些人他们一会儿就出来了。是暗门，那些妖人不断从里面出来。妖人不怕痛，只有下死手，让他们彻底倒地。贤先生，我是灵山派弟子张雪，兄长张须于半个月前去天龙会商讨除魔一事，结果却死在了途中。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其他门派的弟子，经过验尸，认定他们都是死于东方氏和苏焕之手。所以你是来为兄长报仇的吗？不，我不这样想。苏公子，恰恰相反，我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兄长一直在暗中调查青羽帮帮主被杀一事，后来果真被他查到这件事和天龙会有关，但是苦于没有实证，他便将这推测告诉了掌门和众位师兄弟，结果却无人信他，掌门甚至威胁要将他赶出师门。